严府的院子里传来一阵嘈杂之声，而这间主人的卧房却是如此的安静。严冰云身后的沈婉儿低下头去，沉默许久，终究勇敢地抬起头来，双眼里满是挥之不去的怨毒之色。为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要忘了，我总是你的妻子。是，那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，但你敢说那件事情和他范闲没有关系？沈大小姐的声音并不如何响亮，却显得格外悲痛和怨恨。她看着严冰云的背影痛哭说道：我父亲被北齐皇帝是上山虎杀死，紧接着全家被抄，家破人亡。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家破人亡，我一家上下200余口人全死了，我那只有3岁的弟弟也死了。这是谁做的？这是北齐皇帝做的。但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？这都是范闲和那个叫海棠的女人出的主意。沈大小姐的眼睛里全是仇恨的光芒。可是我能怎么做？范闲是你的上司，是你的朋友，是你从来不说但实际上最佩服的人。难道我能指望你替我那一家大小200余口人报仇？他既然敢逃到我的身边，并且让我发现，我便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沈大小姐说完这番话，知道无论事情怎样发展，也不可能再挽回面前这个男人的心了，浑身瘫软坐在了床上，自己也不禁有些骇异。为什么自己一个本来什么都不懂的女人，却在仇恨的驱使下做出了如此大胆的一件事情？严冰云的身体微微一僵，却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在心底叹了一口气，有些惘然的感觉。后园里的假山已经被军士们生生掘开了，然而他们看着里面布满着灰尘的密室，看着似乎从来没有人待过的空间，不禁呆在了原地。被声音惊动出房的严若海像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一样，皱着眉头看着这些负责扑杀侵犯的军士以及内廷高手们，寒声说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我在府里躲着，可从来没有担心过会出什么事儿。马车上的范闲舒服地靠在软垫之上，虽然体内的经脉依然是一团糟，虽然此时的他比一个废人还要不如，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到他良好的情绪。至少已经出了京都，眼看着京都四野更加生动的风景，他无来由地感到了开心。离开严府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不知道是沈大小姐始终没有忘记庆历5年北齐上京城内沈府的灭门惨案，但他信任严老先生的能力。严氏父子都是在监察院里熬成精的角色，怎么可能连自家宅院里的异动都没有察觉呢？依然是严府的这种强悍的能力，终于去见了一个机会，将范闲送出了京都。此时的马车正行走在山野间晨光暗淡的道路上，驾车的人是监察院里的一名官员，却不是范闲熟悉的旧属，也不是启年小组的老人。严府既然放心让这位官员来主持此事，想必对于他的忠诚是有足够的信心的。驾车的监察院官员笑着说了一句话：那是院长大人鸿福齐天，不然院长大人也不可能找着这么一个机会把您送出京都。2个院长大人，前一个自然是范闲，后一个自然是严冰云。这名官员沉默片刻以后，忽然开口说道：院长大人要我最后问您一句话，你答应他不去北齐，不背叛朝廷，能不能真的做到？范闲没好气地笑骂道：这死病坨子，说了自然是要做的，我又不是老跛子那种百无禁忌的家伙。你回京之后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严冰云，让他想办法送到皇帝陛下的案前。范闲沉思片刻以后交代道，将一封薄薄的信递了过去。
信里提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自己已经离开京都了，会履行那夜与皇帝陛下之间的协议内容，也请陛下遵守天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承诺，并且祝陛下身体安康，多多保重。之所以多此一举，主要的目的还是因为依然被封锁在京都之中的那几位友人。范闲清楚，皇帝陛下的主要目标是自己，如果自己能够活着逃离京都，那么再耗国力，再惹议论，将13郎他们留在京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马车在京都野外转了几个手，绕了好几圈，借着山室里的秘境以及监察院备着的几个转换点，花了整整3天时间才行到临近的一处大州州城之外。马车自然是不会进州城的，而是选择在这里进行交接。看着那张熟悉的脸，范闲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：你来了，我就放心多了。从北齐上京赶回南庆，一直在京都外准备接应的王启年化妆成了一个老头，满脸的皱纹，上车查看了一下范闲的伤势，不由感到心情沉重，没有什么心情说笑，摇了摇头。王启年从怀中取出脂粉和花布衣裳，勉强笑着说道：你得扮成我老杆子的儿媳妇儿。范闲一声苦笑，也没有做出矫情的姿态，直接接了过来，说道：你扮成老杆子倒是比我方便得多。在他换衣服的时节，王启年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：大人，难道从一开始的时候，您就已经计划好了自己能够离开京都？我又不是神仙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范闲微涩一笑，接着应道：如果在宫里我能够胜了，自然不用再出京，可既然败了，那我一定要保证自己活下来。好在我的运气一如既往的优良。听说那儿可不是人去的地方，而且也没有几个人能去，但凡敢去的人都死了。谁说都死了？苦荷活着，萧恩也活着，我那叔我那妈不都活得好好的？范闲的眼睛微微眯着，似乎是在追寻着当年那些人物的背影，轻声说道：仅仅活下来是不够的，今次在京都这样还败了，那除了去神庙找我那位叔，我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？这是早就想好了的事情，你不用拦我。王启年的面色有些难看，碎碎念道：倒不是想拦您，这世上有谁敢拦您来着？敢拦着的人除了陛下之外，只怕其余的全都死了。只是神庙可不是皇宫啊，那可是仙人们居住的地方，只怕我带着您折腾几十年都找不到地儿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折腾。范闲咳了2声，强行用心念控制住体内经脉的灼痛感，勉强笑道：你也不要太害怕。这本身就是范闲想好了的事情。对于那座虚无缥缈的神庙，他拥有比这世上任何人都要更多的认知，甚至隐隐约约间，他能够捕捉到神庙的真实背景。当然，这一切都只是猜测。